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高志倩高老师，欢迎跟我学国际象棋。这一节要来学习中心的意义，从苹果到甘草。我们先要再细致的了解一下棋盘。正中心的4个格称为中心格，中心的英文称为 center。扩大的一圈我们称为扩大的中心。我们把 A 线、B 线和 C 线这3条线称为后翼，英文称为 queenside。我们把 F 线、G 线、H 线组成的区域称为王翼，英文称为 kingside。中心的2条线 D 线和 E 线就叫中心线咯。我们把第1条横线和第8条横线称为底线，把第2条横线和第7条横线称为次底线。我们还是回到中心上来，也就是第4、第5、E4、E5这4个格。这4个格对于整盘对局来说非常的重要，它好像是一座山的山顶。在打仗的时候，谁要是占领了山顶，谁通常就拥有了整座山的统治权。在国际象棋里，谁拥有了中心，谁就拥有了这盘棋的优势。我们先把马放在中心里来进行比较，数一数它在这个中心的位置能控制几个格呢？我们把它能够控制到的格标记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一共是8个，记住了啊。我们接下来把马换到边上，我们再数一数它能控制几个格呢？1、2、3、4，哎呦，少了一半，好像是把马的2个后腿给绑起来了。我们再把马放到角落里，再查一查，还剩几个格能控制了？1、2，哎呀，坏了，比在边上又少了一半，就剩2个了。4条马腿给绑起来了3条，太难受了，没法跑了。我们比较一下啊，这个马在中心的时候有8个格可以控制，到了边上变成了4个，而它到了角里却只剩了2个。不用我说，你们也一定喜欢把马放在中心。再用象来做比较，把象放在中心E4格里，我们按下暂停键，数一数它能控制几个格呢？查好了吗？它能控制13个格。记住了13个格啊！我们接下来还是把象把它换到棋盘的边上，按下暂停键，查一查它能控制几个格？7个，对吗？好，我们最后把它放到角落里，再数一数有几个格呢？7个，再跟边上一样，是不是区别不大啊？但不管怎么说，象还是放在中心格里，它控制的格比较多。我们最后来用后做比较，后在中心能控制多少个格？我们按下暂停键查一查，一共是
27个格儿。我们还是把它换到棋盘的边上，在边上它可以控制21个格儿。如果把它换到了角落里，跟在边上一样，也是21个。从这3个子儿控制的格数，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：子力在中心的时候，能够发挥出它本身最大的威力。为了便于记忆，我呢喜欢把中心比喻成苹果，然后呢把扩大的中心比喻成胡萝卜，再扩大一圈儿，把它比喻成新鲜的绿草。那最后一圈儿，那就是甘草了。也许它是去年的，也许是5年前、10年前的。哎呀，真是没什么营养了。如果大家有机会骑马，在骑马之前给它带上苹果、胡萝卜、绿草和甘草，看看马儿爱吃什么。它一定是先挑苹果吃，然后吃胡萝卜，最后才吃甘草。国际象棋当中的马，只要放在扩大的中心里，它就可以控制8个格儿。它吃到营养丰富的胡萝卜已经很高兴了。小朋友也要多吃胡萝卜呀，吃完之后眼睛亮亮的。学完这一节，再下棋的时候，如果有机会把马走到扩大的中心里，让它去吃胡萝卜，就不要让它走到边上去吃甘草了。这个小马一定非常非常喜欢和你做朋友。接下来是我们的亲子互动。这一节的亲子互动是找位置，请家长们把棋盘的横竖坐标用纸蒙上，家长指一个格儿，孩子来说出这个格儿的名称，至少要在5个不同的区，比如中心、王翼、后翼、底线和次底线。好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